我觉得我讲到这里的话呢，真的需要一个介绍，我想介绍一个人出来。那么这个人呢，老实说很少来台湾，非常少。我需要他出来分享一下，好，可能你们会更深的一层的更了解 V 威，这就是今天的目的哈。那么这个人以前是个歌手，你知道歌手不容易当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，网际网络这么的发达。有这么多的程序啊，抖音啊什么啊，唱歌的那种，有多少人不需要通过以往的那个娱乐界的这个过程，直接就红啊！来到现在这个时代，要做一个歌手，真的不简单。然后这个人虽然看起来还很年轻，不过老实说也不小。喂，等一下我不用走出去哈，没有啦。就是说，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歌手，在他以往的那种环境里面，好，就是夜生活啊、喝酒啊那种party的那种环境，这一种人哦，我们做直销的就懂，如果你要去找这种人，他们都非常非常负面在直销的，他就是其中一个，非常负面，也因为产品，父亲吃了。改善了生活品质。那么，觉得，好像不一样，跟以往的不一样。那么也去听了几场领袖培训会过后，决定要做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我家，他的领导人带他去我的家。然后第一次我看到他有点那种嚣张的样子。感觉上真的，我记得是几时了？我们写作为那一天，就是我刚刚写完作为，我们这首歌，然后那天我们就聊天，然后我们就说要跳我的家里的游泳池，要跳水，我们每次半夜3更跳水的哈。那么她一个女生又不怎么会游泳的哦，这种胆量。男的有些都哎呀不要了，他就啪就跳下去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的真的有一定的胆量哦。那么后来接触了她一段时间过后，哇，过了一阵子她飞马了，一阵子她飞马了哦，过后就跟我们比较靠近了，跟公司也比较靠近了，哦。那么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当她在冲飞马3，我听说。听我们的同事，听我们的组织领导人讲，这个人要冲飞马3。我记得当时他要在10月、11月、12月这3个月冲他的飞马3的这个阶级，就是那个时候要有同一个时间，应该是有2个飞马一起上来，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非常非常庞大的业绩哦。在于一个没有直销背景的一个人，那么。我知道这个的态度真的是与众不同，这个人给自己的标准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。我打给他，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计划？不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你可以9月、10月、11月吗？”那听起来很简单，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。我在9月份的时候打给他，叫他当月就发，因为我清楚的知道12月有东西。如果他做到，当然我绝对不只是跟一个人讲，我跟很多个讲，同样的话，我知道12月有东西，你可不可以9月、10月、11月做到飞马0对3？因为我知道12月那时候我们是要私人飞机去杭州啊。当时是很大很重要的事情啊！这个人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。我说很重要哦。你看他沉默一段时间，在电话里哦，这么儿戏，然后冲飞马上我打电话，他一句话好，结果11月真的达到他的飞马3，成为 VV 15强。
用最短的时间成为 Riway 15强。结果我发现到他好像一只老虎，忽然间尝到肉啊！这一个老虎从来没有吃过肉的老虎，突然间尝到肉和血，血淋淋的肉，那个潜能，从那天开始他就真的不一样。而他只用了短从加入 Riway 那一天，28个月，成为 Riway 的第一位女生，成为飞马领队6。在全 Riway， 如果以飞马阶级来排的话，她排名第4，才短的28个月。到底她有什么成功秘诀要跟大家分享？他是谁？谁是他？请看。抛开过去，前进是唯一的方法。从一名专业歌手，大幅度转变成为经营 Riway 事业的女超人。她不蹉跎，不虚度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她就势在必行。加入 Riway 是在2016年的4月份，3个月后就做了孔雀领队，5个月后就做了飞马领队，然后再过6个月成为飞马1，再过5个月成为飞马3，然后再过5个月成为飞马4，再过2个月成为飞马5。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在 Riway 算是一个奇迹，短短的2年的时间达到这样的成就。那么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的话，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。对的事情每天做，成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。他仅仅用了28个月的时间，登上了 Team Elite Pegasus 6的宝座，横冲超越千军万马，站在 Riway 女领导的最前锋。他坚信，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，就是不简单。他就是 Team Elite Pegasus 6 Celeste Zhang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，跟大家聊聊天，我非常的激动。昨天我来这边看会场的时候，我听说是一个4面的舞台，不过无论我想象中它是怎么样的，我站到上面来的时候，我跟 Claudia 讲了一句话：我要回去闭关。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歌手。曾经我唱歌的生涯大概有将近20年，我把我所有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那个歌手的舞台。以前在看演唱会的时候，每次看到是那种大型的巨星，他们才会拥有一个4面的舞台。我们在那个行业奉献了将近20年的青春，我也没有得上过这样的一个舞台。不过在Riway，我加入短短的30个月的时间，今天老板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短暂的拥有一下这样的一个4面舞台。我觉得我要感恩我们的老板林文峰先生，感恩我们的Riway公司核心管理团队，感谢所有台湾的伙伴们。大家好，我叫 Celeste Zhang，Riway 的飞马领队6，请指教。今天我的任务是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过程，我的故事。其实我没有机会，好像没有机会在台湾谈过任何的一场培训会，所以我今天也很开心，可以来到这个市场跟大家聊聊天。讲到加入Riway，刚刚老板已经讲了，我是一个如此负面的人。其实讲到加入Riway，我不如先跟大家聊一下我加入Riway之前我的家庭的背景，还有我的整个人的状态。
大家知道，歌手在新加坡当时演艺界，我算是一个偏后级的人物。虽然我不是那种什么明星式的啊，至少唱片也出过啊，都在新加坡本地都有一些小名气。你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人，专业非常好，然后呢，文化也还可以，啊，就是一个搞艺术、搞文艺的人嘛，他有他独特的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自傲，然后呢，自以为自己也是一个挺有见解、也有主见的人。我有一个被直销伤害过的老公，我有一个患了10年绝症的爸爸，我有一个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的妈妈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妈妈跟我说，新加坡有一个产品，它可以救你爸爸，可以帮到你爸爸的身体。当我知道这个价钱的时候，当我知道它是直销存在的时候，你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，我会怎么反应？我非常严厉的拒绝了我妈妈的提议，非常决绝的阻止她再去接触介绍 Pertier 给她的这个人。我说了非常决绝的话，我说妈，你女儿卖唱赚钱不容易，你不要踩我的底线，够了。我觉得我妈已经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这10年来，她买过多少的所谓的保健品给我爸吃？我爸还是那样，该吸氧还是吸氧，该喷药还是喷药，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依然没有变化，他逼得越来越糟糕。我说我爸是没救了，所以，但是我经常讲这一句话：老天没有放弃我，老天没有放弃我爸爸，老天没有放弃我整个家庭。在我严重的阻止下，我爸还是吃到了这个产品，因为那个人送了1瓶给他。虽然我不买，所以我经常讲，是绿薇选择了我，不是我选择了绿薇。啊，那么我爸爸在吃了这个产品以后，他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质量的提升，是这样讲吗？是这样讲吗？生活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。这个改善不是一丢丢，这个改善完全颠覆了我对 Pertier 的保健品的营养辅助品的一贯的那种看法。我不能够视而不见这个结果。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，虽然它很贵，我很果断的就买了，而且我不是买一点点，那么我买了以后，我并没有说，当时并没有说哇，我要做绿薇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最伟大的人，没有。产品效果非常认可，可是我并不认识绿薇，我也不想认识绿薇，我也觉得没必要。我爸吃了有效果以后呢，我就也很积极的去跟我一些朋友去分享这个产品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我非常认可这个产品，我想要去分享它出去，我想赚一些零花钱，我想把买产品给我爸爸那个钱赚回来，这样而已。我并没有想过以后我爸爸要吃多久啊，以后要怎么样，能不能供得起，这些我都没想。我觉得我爸吃得很好，好，现在我要介绍我一些朋友吃，赚一些零花钱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这几天我一直翻回我第一天跟我的那个介绍人，也就是我的领路人，当时送1瓶给我妈妈的那位刘姐，今天她已经是绿薇的飞马领队2。我翻回我跟她第一天加微信的聊天记录，每一条信息这样看，每一个语音这样听，我一路听一路笑，我才发现，在2016年3月4月那个时候，我刚刚认识她，我爸吃得很有效果的时候，我跟她的聊天记录，我才发现那个时候刘姐非常用力的在想要
拉我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、产品会啊、领袖培训会啊什么，甚至有一次，刘姐发信息给我说，今天我们的老板还有副总裁特别来到我们ReWay37，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个分享，你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而我给他的回复是，我昨天工作很晚，很累，我就不去了，反正以后大把机会。发了个笑脸。我现在能感受到刘姐当然都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现在我经常叫我一些会员去参加会议，而他们给我这种反应的时候，你看做什么都是要还的，有没有？我就是那种完全不靠近公司，也不拒绝产品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只是利用我一些业余的时间，工作之余，我有些下午有一些时间啊，我就会跟一些朋友约出来讲讲这个产品。我做我该做的事情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，完全不靠近公司。因为我的工作每天晚上也工作到很晚，早上、中午真不可能起床的啊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完全不靠近ReWay。那么我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刚刚其实老板有提到一点点，我自己记得非常的清楚。2016年5月7号，在新加坡有一场季度领袖培训会，万人领袖培训会。那一场，刘姐为了要我去，我今天翻回来我才看到啊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她当时骗我说一张票50块新币，她说她买了10张，她说请我去。所以反正当时我就去了，早上9点钟坐在那样一个环境，就像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早上9点，我这种人晚上4、5点才睡觉的，是不简单的，不容易啊。我去了，我去到了会场，我有很大的感触，我觉得说哇，这么多人。讲真的，你在市场上会碰到一些困难，对吗？你去到那个会场，你会觉得哇，比你惨100倍的人很多哎。你要找比你惨的人有很多，比你惨100倍的人，那么那个比你惨100倍的人，比你还要成功也很多哎，人就觉得自己受到那些阻碍好像没什么。那么我当时听着所有的大飞马的那些分享，我听了以后，我觉得说哇，这个行业在台上的那些大飞马们，看起来好像那个天生条件，比如说表达能力啊，都没有我厉害嘛。可是人家在上面很成功，我坐在最后一排。不过，仍然不能够影响我想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，来好好做ReWay。我只是觉得哇，这些故事好感人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他们怎么做到的？只是这样而已。好，就是在那一天，我第一次遇到了我们的总裁林文峰先生。他作为一个结束上来做 closing 的这样一个发言者，最后一个上台，他一上来，他那股强大的气场。直接震到最后一排，我坐在后面。我当时其实已经听了很累了，但是老板一出来，我就觉得说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进我心里面，没有一个多余的标点符号。哎，要我认可是不简单哦。虽然我没什么很厉害，但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那种，对吧？会去评价人家、评头论足那种。我说这个人是谁？我就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，就觉得说，这个人讲的东西我太喜欢了。那老板不是那种，所以我经常我在一些市场，我在卖老板的时候，我在推崇老板的时候，我就会讲说，他不是那种。什么成功学啊？那不是那种打鸡血啊，那种形而上学的东西，那种市场上那种所谓的讲师，他不是，他娓娓道来，没有一句多余的标点符号，我就震撼到了。从那一秒开始，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要在ReWay来做一点什么事情。当时我就跟我那个推荐人说：“刘姐，这个月我想做到3星。”我就标出一个这样的想法来。刘姐当时已经是5月7号了。刘姐心想，我没有去跟别人怎么样，也没有成绩，也没开始，什么鬼都不会。刘姐说3星就没有啦，3星手机我可以送你一个啦。说3星手机，我当时也是觉得哇，我有点想好来做一下ReWay这样子啊，想要跟从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2016年5月7号，从那一天开始了我的ReWay之路。那么往后的ReWay之路，
在这条路上，无论多少狂风巨浪，无论多少风风雨雨，无论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无边大海，老板他永远像一个温暖的灯塔，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。一路来都是因为他带领着我的方向，所以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谢谢老板，我的灯塔。所以，从2016年的5月7号那一天开始，真正开始了我这 RIVE 的设立目标之路。这一条路到今天为止，我走了30个月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这30个月里面，我不断的给自己设立新的目标，没有一秒停过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？你们知道吗？在 RIVE 在帮你设计目标这一块是非常有系统的，就好像每3个月你要达成一个职级，比如说你要达到孔雀、凤凰、麒麟、飞马，都是3个月为一个业绩考核。那么这3个月呢，你要完成一些目标啊。很多朋友、很多会员、很多伙伴，他们在设立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成为孔雀，3个月；我要成为飞马，好，3个月。那么在这3个月里面是相当的有挑战的，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能做到的啊！你需要改变很多你自身的污点、缺点，然后你去完成一些目标，你才能够完成这个目标的。所以，甚至有一些人呢，会把这3个月看成魔鬼的3个月，甚至有些人会把这3个月看成一个炼狱般煎熬的3个月啊！一旦坚持过去，一旦挺过去，你就做到了，你就成功了。因为我们在冲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是想着3个月过以后，我们达到以后的那种开心，对不对呀？哇！当你做到3个月过后，你做到，你会不会哇？我终于做到了，我真的很开心！哇！接下来我要去马尔代夫，至少去玩1个礼拜。好，接下来不要吵我啊！我1个礼拜我要干嘛，享受一下那个感觉。我又可以回到我重新人生正常的节奏了啊！不用像以前哇，头发都想白去那种感觉。那3个月是很痛苦的炼狱般的煎熬的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的状态吗？从踏入 RIVE 然后看到那一场培训会，从那一天开始，30个月的时间。如果说每3个月是一个所谓的炼狱般的煎熬，那么在这30个月里，我每一天每一秒都在这个炼狱里面无限的轮回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就是没有停过。不过，正是因为这样无限的轮回，才会百炼成钢，对吗？才会烈火永生，对吗？不然哪来这样成绩？所以我觉得它不是炼狱，它不是一个不能被征服的东西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你通往成功的一条必经之路，因为没有一个成功它是容易的。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，你想要成为精英，你想要成为那个行业的佼佼者，你想要在那个行业成功，它不可能容易的。如果它容易，它就不是成功。它是垂手可得的东西，它不是成功。所以它是一条必经之路。那如果你来RIVE，难道你不想组织庞大吗？难道你不想有所收入吗？难道你不希望有平衡的业绩发展吗？这些都是必须要的，不然你来RIVE做什么？所以它是必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觉得快，我很快，其实在RIVE可能已经很出名了啊，我以快著称。但是我觉得快，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传奇，我是一个神奇人物，我不觉得，我只是把别人打算N年才实现的一个梦想，我把它浓缩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把它完成。目标一旦设立，绝不放弃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绝不放弃。一旦达到，马上设立下一个目标，没有停过，没有停过啊！甚至是，你知道我们的飞马都会有一个这个勋章嘛，每一个职级他们有一个勋章嘛，这个勋章
我在没有达到那个职级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想，如果我戴上那一个，哇，我以前是孔雀的时候，我说如果我戴上那个飞马的勋章会是怎样的？会是怎样的漂亮？会每天都在想那个勋章。当我从老板的手上接过那个勋章以后，我还没戴起来，我已经开始嫌弃它了。我马上在想，哇，如果那个飞马的勋章上面多一个一，哇，那个一会是怎样？那个马腿会不会露出来那种？我会想这些东西。好，当我从老板手上接过那个一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嫌弃他了。我想另外一个，所以你看，在我的团队里面，有一些我们不是有一些领导人的那些，你一出来他会有一个照片嘛，来讲你是飞马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我的速度快到我有些团队刚刚做好这张照片，来不及放2天，一下又换了。甚至有一次，我很久没有回到新加坡的组织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会员跟我握手，跟我打招呼。你好，你好 ，Celeste， 哇，恭喜你啊！你现在是飞马几啊？就不知道我是几了已经啊。所以我觉得快，只是我把一个短期内浓缩了一个，把它浓缩起来，然后把它达到，然后设立另外一个目标。领导人必须要有大目标，这是真的。你不能满足于你自己的一个现状、一个收入。如果你满足，下面人就完蛋了。那么，在我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态度是关键，然后执行能力，然后下一步就是自我能力的提升，它是一个连环的一个扣。就比如你要有一个对的态度，当你有了一个对的态度以后呢，你要去有一个很持续的执行的能力。当你对的态度加上持续的执行能力，你会得到一个能力的一个快速的提升。它是一个循环，而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在这个循环里面，你要牢牢的掌握每一个环节，就是不能掉链子。而当这个循环在你的团队里面发生的时候，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成长的时候，很快的你就会收到了那个结果跟成果。就是你的团队的倍增。好，在我2016年的12月份成为飞马领队的时候，当时我加入Rivet 8个月，我成为了飞马领队。有一些关心我的人，他们会善意的来关心我一下，他们会问我说，他们会觉得说，一个曾经这么高傲自大的一个人啊，看起来还是，我现在看起来还是。其实很多会员想跟我拍照，在那边站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就怕会觉得说，因为我看起来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。好，他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，他能不能胜任一个飞马领队这样的一个职级？甚至我还从别的一些渠道听到某一些声音，那些声音呢，在质疑，觉得我应该只是一个花瓶。这是2016年12月份的事情。今天，这些声音应该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今天我所听到的声音，排山倒海的都是赞美、钦佩，这些不谈。那么还有一些声音，是我比较靠近的一些朋友。他们会说：“哇，你辛苦了，你真的很辛苦，哇，你很辛苦，辛苦了。”大部分都是大概是这样子。谈到辛苦，讲真的，在我眼里面，辛苦，我觉得永远站在台下为别人鼓掌，那更辛苦；做不到，更辛苦。每天挤巴士、挤公交、挤地铁，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，难道不辛苦吗？去打工，每天要看公司老板的脸色，有能力使不出办公室政治，然后你的付出跟你的收入完全不成正比，看不见天日，不知道几时能够按照你的能力被升职，难道不辛苦吗？自己出去做生意、做老板。员工的问题，无论赚不赚钱，你都要发工资、房租、水电、囤货。因为市场，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不好，而让你没有生意做，难道不辛苦吗？
亏不亏，赚不赚，反正你都要自己一个人扛，这些难道不辛苦吗？因为自己的无能，令到自己的父母老的时候，因为自己的无能，没有办法很好的尽孝，没有办法给父母一个很好的晚年生活，然后父母可能生了什么病都不敢跟你讲，不敢住医院，因为他怕花钱，自己忍着受着，难道不辛苦吗？因为自己的无能，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读很好的学校，没有办法受到最好的教育，没有办法在一个最好的环境，让他一个最好的成长环境。因为你的无能，这一切都在发生，难道不辛苦吗？那么，既然成功也辛苦，失败也辛苦，我为什么不选择一条通往成功的路的那一种辛苦呢？所以对我来讲，辛苦不重要，重点是结果是什么？没结果更辛苦。既然有结果辛苦，没结果也辛苦，我宁愿选择有结果的辛苦，同意吗？所以，在我成为飞马以后，我的第一个飞马领队的出现，是在我的飞马第3个月的时候。也就是2016年12月份，他出现了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一句话概括他之前的他啊，他是一个相当难带的人。各位有带过人的领导人们，就你组织里面应该会有这样的人，就是他很难带，很难，他不跟你，然后各种，他相当难带。不过他跟我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一加入 Rive 就冲孔雀直击，可能因为他之前的人生做对了很多东西，所以他的孔雀直击很容易就拿到了，人际关系比较好啊。可是他即便做到了孔雀，他还不会做直销，那么他还不是很入微。我记得他刚刚拿孔雀这个职级的时候，是马来西亚的总部新的总部开张的那一天，他也来参加了。当天人山人海，天气比较炎热，大清早都要去那边集合。他居然给我睡过头，睡过头不用紧，他自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哇，好热，挤不进去，出又出不来，我回家了。”他居然给我提前离席，就是你控制不到他就对了啊。那么在跟他配合的过程中，很多问题发生。然后他是那种会脱序表演的那种个性来的啊。不过今天的他是我其中一个大团队的领袖。今天的他是飞马领队1，准飞马2，然后下面有相当数量的精英领队们，不少人，有时候我都数不过来到底有多少个。然后，他现在是我团队里面最配合的其中一个领导人。当我成为了飞马1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突然间有一天，老板一个电话来，刚才他有讲，他刚才有讲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收来的风，你知道吗？他问我，你团队里面有没有人要打飞马？我说有。你有没有机会从1跳3？我就惊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我有一点暗自窃喜，因为我本来就在计划这件事情嘛，我讲有，不过他下一个问题真的吓死我了，可不可以今天就开始打？我就整个人就晕掉了。现在9月8号，你们知道打飞马26个亿薪，9月8号。我说老板不可能啊，很难啊，这个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准备下个月，我讲一大堆，老板一句话停我，我已经给你很明显的暗示了，就讲一句话结束我们的对话了。好，那么我要做的就是说，去解决它。哇，你知道多难吗？你试一下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跟我的这2位准备要打飞马的领导人，每天晚上谈到4、5点，每天，因为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不可能马上开始的。不过真的就是必须马上开始。
用很多方法去跟他们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快进啊，做到了啊，1跳3。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，原来老板在计划这个15强的这个概念。那么不管顺利还是艰难，我成为了15强其中一个飞马领队3。当时坐着老板的安排的私人飞机去到杭州，哇，这股力量有多强呢？我的第4位飞马领队，这个人，他其实是我第一个推荐的人，就是我加入瑞威以后，我第一个想起打电话给的那个人。通常你们第一个介绍的那个人，肯定是你最看得起的那个人，肯定是你觉得他比你还厉害，甚至你觉得他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而且你跟他很有关系很好的，所以你会先介绍他。所以他是我第一个介绍的人。那么他也非常的支持我，他买了，吃的也非常好，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销售很厉害的人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买了，他也介绍一些朋友，整个过程中1年多来，他有介绍一些朋友吃，但是他从来都不做瑞威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他来做瑞威。他是买了，他也吃，他也介绍一些朋友，他也有一些收入在瑞威。不过他从来没有把瑞威当成一个事业去做，他还在忙他的生意啊。我成为飞马，不能影响他；我成为飞马1，也不能影响他。直到我从1跳3的时候，当我成为了瑞威15强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收到他一个电话，一个信息，他发信息给我，跟我说，我准备结束掉2/3.5的生意，好好来跟你做瑞威。当时我不应该有掌声吗？这个决定你做你试试看，哎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决定哎。当时我打去跟他讲，好，这样不如你先打一个孔雀来试试水，感受一下。他说好，如果我拿不下这个孔雀的话，我把1瓶那个什么茅台干掉。是他自己讲的，因为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，这辈子的滴酒不沾的人。我说好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打孔雀。在他孔雀的第3个月，他做到了凤凰的业绩，直接连着打凤凰。在他凤凰的第2个月，他的业绩接近了飞马的单月业绩。凤凰的第3个月做到了，然后应该只停了1个月还是1个月，接着打飞马，可以说他是连着打的。哦，我跟你讲那个痛苦啊！不过正是因为我讲百炼成钢，就是这样。正是因为这样子连着打，他的组织瞬间大起来。他成为了我的飞马4。好，当我的飞马4做到以后，我打开我的组织蓝图，我在那边看，我看到一个人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哦，他生长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，文化不高，表达能力很差。就比如今天我跟你讲一句话，跟你讲一个问题，我跟你肯定3句话你就听明白了，不，我要跟他讲1个下午。1个下午讲完以后，他好像是听懂了。过了2个小时以后呢，他又会发信息你问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啊。然后呢，非常老实，非常低调，非常害羞，这样的一个人哦，他绝对不是飞马的料。不过，为什么我看到他呢？他在一个封闭的地方，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，他自己做到3星；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，他做到精英3星；在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，他做到孔雀领队。我觉得他是个人才。好，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为了他，我改我的行程，推后所有的事情，跟我老公
就是我从这个地方，我老公从另外一个地方，2个国家飞去他那个地方跟他见面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见他，那一天跟他谈了20个小时。你知道他有他厉害的地方，可是他不知道他厉害，他不觉得他厉害，而且他那种封闭的太久啊，就是那种，我跟他讲，你可以成为，有没有想过成为飞马领队的时候，他直接吓死了，高血压都爆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吓死了，因为他不觉得，他觉得飞马根本跟他是2个世界的啊，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，他所有的上级都不是飞马，啊。所以他觉得，他们都还没有，为什么我要？我不能，就是这样。不过从那天开始，飞马领队这4个字种在他的心里面，开始发芽。在他成为飞马的过程中，遇到很多困难。不过，在他的第3个月飞马的时候，他单月完成了超过飞马单月业绩，就是多1半出来。飞马要做26个亿星，他做了46个。好，他是我的飞马5。讲到我的飞马6，我觉得这个人，他在我心目中早就应该是飞马。他是我团队里面所有的会员当中，我觉得他早就应该是飞马。他带着麒麟的牌。可是他操着飞马的心，他是一个非常强的领导人。他是我老公，他是我老公小白，刘先生。每个人以为他姓白，各位他不姓白，他姓刘啊。所以自然而然了，他成为了飞马领队。很多人会想说，到了这边 ，Celeste 应该停一停了嘛，因为老公都出马了嘛，对吧？不过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我没有停，因为我非要不可。如果你暂时没有做到，肯定是你给自己设了限，绝对不是市场的问题，绝对不是产品价钱的问题，也不是直销的问题，也不是你的客户的问题，是你给自己设了限，阻止了你。因为你要做的付出，到了你的限制，到了你的底线，你不想再付出，你收手了。你觉得，哎呀，这样下去好累，这样去不值得，这样怎样？各种原因都是你给自己设的线，那一条线你踩到了，所以你一收，你就做不到了，因为。问题它永远来的比你预想的多，无论你要达到什么目标，你今天做一个3星，你试试看，一样的，它跟飞马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样的，它的问题永远来的比你预想的多，而你给自己一设限，你就做不到了。而我在 RUV 的这30个月里面，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都是 show hand。各位，你们知道你们在一间什么样的公司吗？ RUV 是一间每时每刻都在全力以赴的公司。RUV 是一间每时每刻都在 show hand 的公司。RUV 是一间非要不可的公司。在一间这样的公司，你必须改掉身上所有的污点，去成为那个非要不可的人。态度是关键，执行能力是关键，胆量是关键。如果这一切你都做到了，你都做好了，那么你相信我，瑞威绝对不会让你一无所有的，因为老天绝对不会辜负一个非要不可的人，因为老天绝对不会辜负一间非要不可的公司。瑞威是一间宝藏，是一座宝藏。那么你呢？你是只是曾经经过这座宝藏，在上面踩了一下，然后路过，还是你准备好了18般武艺，准备掘地3尺，大干一番呢？绿威就是这座宝藏。那么，我希望你从一个好学、认真的挖宝人，有一天
你能够成长为一名在这座宝藏里面其中一颗闪耀的举世珍宝，闪耀着最耀眼的光芒，通过照亮其他人的生命，来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、更有意义，成为绿威这座宝藏其中一颗绝世珍宝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哇，天哪！好，我们再给 Celeste 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哦！天哪！我太喜欢他刚才讲的那一句，那完全就是我的想法。他说他在拿飞马领队的那个徽章的那一刻，当我交给他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开始嫌弃他了。他在拿了飞马1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嫌弃那个东西了。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发现到我们真的是这样 ，VV 就是这样。每达到一个目标过后，我不可以再同样的那个目标了，我必须要再往前做得更大了。我已经开始嫌弃这个东西了，这是的确就是这样。而且他刚才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是产品的问题，不是什么问题，什么不是，是你为自己本身设限的问题。你相信你能够去到多大？好，其实不是其他的问题在阻止你，唯一阻止你的人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。他刚才讲的这句话，就是我今天的主题：格局，性格上的局限。